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种本亮所著的《惊人的早起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早起如何戏剧性地改变您的人生；第二，基于心理学的早起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早起如何戏剧性地改变您的人生。对于那些为了学习或工作而实践早起的人来说，大家一定都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：早晨比晚上更高效。早起后的2-3个小时是大脑的黄金时间。根据脑科学的研究，在我们睡觉时，大脑会进行整理，因此早晨的信息处理速度会很快，大脑处于最佳状态。与其在晚上强迫自己努力1个小时，不如在早晨集中精力花10或15分钟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大家常听说，早起能让生活变得不同。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因为早起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作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早起的，实际上他最开始是个喜欢睡到最后一刻的人。在高1的时候，他在全国模拟考试中得了30的偏差值，内心充满了自我否定的思维，觉得自己毫无希望。然而在随后的时间里，他经历了一次重新审视生活的事件，开始了早起，这让他的心态变得积极，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和方向，决定从头开始学习。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期间，他真正开始早起，设定了早晨2小时的学习时间，起床时间是早上5点。他在早晨时间里有余力去学习新的领域，最终成功考入了同志社大学。毕业后，他进入了剑桥大学的研究生院，学习方法也和之前相同。早起的习惯帮助作者发挥了潜能，改变了人生。早起的好处不仅仅在于工作和学习的效率提升，通过自己主动早起，能够管理自己的时间，让自己有我能做到的感觉。这样的感觉如果每天都重复，就会渐渐增强自信心，从而打破我不行，我很糟糕的第一自我形象，变得积极，勇于挑战新的领域，认为只要努力，我也许可以做到。这会大大提升您的动力。当您疲惫地回到家，吃完晚餐后，大脑会进入休息模式，饭后血糖上升，困意随之而来。即便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去吸收大量信息，大脑也难以接受。在这种状态下强迫自己去做事情，真的能成功吗？反而这会造成压力，降低对自己的期望，导致您的动力骤降，最终又回到我无法做到的恶性循环中。积极的心态是进行任何事情时都至关重要的，有了这样的心态，结果就会有所不同。早起会让这样的能做到的心态在早晨滋生。晚上我们常常感到疲惫，心理上也容易脆弱，难以产生勇气去面对挑战。因此，早起能让我们在早晨亲身体验到这样的感觉。更重要的是，早晨的学习和工作效率高，会让你以良好的心情开始一天，保持高昂的动力度过整天。如何度过早晨？这对整天的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。这些日常的积累最终会改变您的人生。即便如此，有些人可能会想象自己每天早起是很难的，或者自己太忙，根本无法早点上床睡觉。这样的想法也许在很多人中普遍存在。但是尽管现在您难以相信，如果您真的坚持早起，这些担忧和烦恼都会得到解决。作者提到，早起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对时间的意识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效率都能让人惊讶。人人都会爱上早晨的时光，尽管就寝时间没有改变，但削减睡眠时间，强迫自己早起这种粗暴的方法是无法持续的。因此，为了早起，有必要提前就寝。如果平时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，想要在早上5点起床，就必须在晚上9点入睡。那么，为了在晚上9点入睡，应该怎么做呢？这就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意识。结果我们会改变思维，不再在白天浪费时间，而是高效地利用时间。这样的话，早晨的时间质量以及整天的时间质量都会提高。
大家也能理解为什么早起的人会比较多。时间是平等的分配给每一个人的，而如何使用这些时间，会在生活中造成巨大的差别。通过养成早起的习惯，您可以更好地利用一天的时间，迈出那些你想尝试但还未开始的事情的第一步。您的时间利用方式将完全改变，学习和工作也会顺利进行，思维中会涌现出各种创意，您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去享受生活，从而给您的人生带来良性循环。最重要的是，不是为了学校或工作被迫起床，而是能够自愿地开始新的一天。这正是早起的魅力所在。虽然您尝试过实施，但却失败了，或者认为自己无法做到，所以一直没有尝试。其实，即使您早起了，如何继续坚持下去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实际上，只要掌握了诀窍，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坚持早起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基于心理学的早起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探讨能够养成早起习惯的人和无法做到的人之间有什么差异。你们认为这是体质的原因，还是目标的有无呢？其实只有一点点不同，那就是是否有我必须早起的意识。在习惯尚未形成时，往往需要靠毅力去努力早起，这种感觉会使我必须早起的意识更加强烈。例如，早上5点起床的人可能会把这个目标写在纸上，贴在墙上，或者在入睡前强烈告诫自己，我一定要在5点起床去学习。我希望在早起成为习惯之前，尽量避免这种方法，因为这种我必须早起的意识反而会降低您的动力。另一方面，能够早起的人并不是依靠意志力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早起。有效培养这种想要早起的意识，是成功养成早起习惯的关键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增强这种想要早起的心情呢？我将介绍3个秘诀。第一个秘诀是追求快乐。首先，一般来说，当我们设定目标时，应该以追求快乐为基础，而不是逃避痛苦，这样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动机。因此，为了提高早起的动机，追求快乐变得尤为重要。早晨应该是让你感到愉快的时刻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做你想做的事情。希望你能写下你想到的任何事情，例如想去慢跑，想专注于阅读刚买的书，或者想提高英语长文的阅读能力等等。只要是让自己感到兴奋的事情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您能想象早起后会有愉快的事情等着您，那您自然会想去做，而不是强迫自己早起。如果你想在早晨活动身体，不要想着我得为了慢跑早起，而是因为我想去慢跑，所以我要早起。愉快的早晨例行活动应该是我想做，而不是我必须做。越是想着必须做，早起就越会变得困难。接下来我想讨论第2个秘诀，不与自己做斗争的技巧，以及第3个秘诀，提高睡眠质量的要点。当然，阻碍早起的原因因人而异，可能有多个因素，其中之一就是没有良好的睡眠。即使早晨醒来，仍然感到疲惫，总想再睡一会儿，这种心理会使早起变得痛苦。最终，您可能会屈服于我想多睡的想法，再次入睡。无法获得良好睡眠的原因可能有很多，比如应酬导致回家晚，或者因为睡前进食和饮酒而导致身体无法放松，亦或是看电视、玩手机，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，从而影响睡眠。今天我提到的这些诱惑，比如应酬、睡前的饮食、电视和手机等，都会让我们陷入困境。2017年，卡尔顿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对159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，结果发现，目标达成率与接触诱惑的次数成反比。也就是说，接触诱惑次数较少的人能够达成更多目标。如果你想实现目标，就应该尽量减少与诱惑的接触。因此，如果想要成功早起，避免那些妨碍良好睡眠的诱惑是非常重要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这里不能让诱惑战胜自己，想做但又不该做的事情，试图控制自己反而会导致动机下降，所以最好避免这样做。那么应该怎么做呢？
首先明确哪些诱惑会阻碍您的早起，并采取相应的对策。当你想养成早起习惯时，可能会遇到哪些阻碍因素呢？什么会妨碍您的睡眠？每个人都应采取措施对付的诱惑，一个是酒精，另一个是手机。这些诱惑会导致您入睡变晚的人非常多，因此我们应该事先采取措施。首先，对于酒精，作者坚持不购买整箱或套装的酒，虽然单价看起来便宜，但如果酒在家里，就可能会诱使您多喝，这在早起习惯的培养上是个很大的缺陷。因此不要批量购买，只需购买当天要喝的量，这样就不会被再喝一瓶这样的诱惑所打动。接下来，手机的对策也适用广泛。睡觉时最好不要触碰手机，也不要把手机放在身边。作者通常在睡前至少提前30分钟放下手机，避免在卧室使用手机。大家一般在睡觉时给手机充电，所以要避免在卧室放置充电器。作者会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，这样在卧室就不会被手机的光线或通知所打扰，从而能安稳入睡，也不会因为无聊而玩手机而影响睡眠。无论多么琐碎的事情，做出决策都会给大脑带来负担，导致大脑消耗殆尽。这次我们致力于养成早起的新习惯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生活节奏可能会发生180度的变化，因此重要的是在每次受到诱惑时，不要和自己做斗争，而是要事先消除诱惑，避免这一斗争的发生，以免在关键时刻动摇心态。除了避开诱惑，还可以通过以下注意事项来提高睡眠质量。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要避免手机、电脑和电视等发出的光线，也不要在睡前进食。晚上要控制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，这些都是要避免在临睡前进行的活动。良好的睡眠周期是成功的关键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